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。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，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？今天要介绍的这则经历是发生在美国哈。其实我必须说，我看完这则经历之后哈，是发生在他朋友身上的经历。但我看完之后，我觉得，其实还蛮有趣的，也蛮恐怖的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周边其实有没有一些，就是有可能得过精神病的一些朋友，像说得忧郁症啊，或者是人格分裂症啊，或者是躁郁症等等之类的。那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，所以说你们可以透过一些药物去治疗。可是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你的朋友就是得过那个精神疾病，然后呢，他会在那边讲说这边有谁，那边有谁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经历。但假如有的话，或者你听过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有时候精神疾病跟看到鬼只是一线之隔？因为我们不相信，所以说我们觉得他看到的都是在那边胡说八道，或许他真的看到，不是？没错，好，今天这个经历呢，其实就是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。那至于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。我本来想把这个故事留到以后再说，原因是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出来，不是因为我不想要答案，而是出于对自己朋友的尊重。不过，既然我在前一篇故事的留言里提到过这件事，所以我决定把它详细的交给大家，希望得到更多的解答。这是我这辈子遇过最恐怖的事情。这是1997年发生在堪萨斯州威奇托的一桩轻生案件。官方的记录如此：我的朋友艾尔在床上过世，头骨和脚踝骨折。他之前已经跟很多种疾病搏斗了1年。案件结案时说骨折是轻生伤口导致身亡，但他的家人和邻居都相信这是附身或灵魂附体的案例。我们10几岁的时候会对喜欢的人有种淡淡的好感，也许是荷尔蒙的变化吧，也许是外貌吸引，也许只是喜欢和对方在一起。我和艾尔之间，我觉得3样都有。我爱跟他相处，想为他做一切，只为了吸引他的注意，让他在乎我。没错，艾尔是我高中时的暗恋对象。我觉得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但我们从来没有向对方表白过。我们从2年级就认识，几乎每天下午都在一起。小时候在花园玩，长大后在他房间看电影。我妈跟他爸是好朋友，这让我们更亲近。艾尔的妈妈是幼稚园的老师，爸爸是投资银行家。他们家在社会属于上层，是邻里间受尊敬的家庭。艾尔是独生女，他们一家3口感情非常好。我从没看过他们错过一起吃晚餐，也没听过他爸妈在艾尔面前吵架。你可以说他们是个很快乐的家庭。介绍一下，这个家庭很重要。我们高3那年像往常一样放学一起走回家。有天傍晚，艾尔突然没头没尾地说他害怕进家里的其中一个房间。对，这很突然，我们之前没聊到过恐怖的事。艾尔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个坚强的女孩，但那天她听起来很不对劲。我叫她跟爸妈说，她说我说了，但他们完全感觉不到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，免得她更害怕。我们开始聊学校运动。艾尔是排球队的，她一聊运动就超级兴奋。我们很快就忘了刚才那段可怕的对话。我们每天放学都一起走回家。她提到那间可怕房间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已经到不能忽视的地步。我感觉她越来越害怕，于是问她要不要跟我妈聊一聊呢？她立刻说超想。我带她回家，先把我妈拉到一旁，大概说了情况。我妈说她不是专业人士，但会先跟艾尔聊聊，再跟他爸妈谈。根据艾尔的描述，他听到有人敲门，他走进门口，听到有人说话，但声音不像爸妈，他不敢开门。
敲门声慢慢变得激烈了，他吓坏了，大声叫妈妈。他爸妈睡在对面的房间里。几秒后，他听到妈妈在门外，才开门。爸妈都在，但爸妈背后他看到了一个黑影。艾尔叫爸妈回头看，黑影瞬间消失了。他开始在那间房外看到黑影。每晚他都说能听到隔壁的房间有人。他跟爸妈说了，但爸妈只想安慰他，说家里什么都没有。为了证明艾尔想太多，他爸妈甚至睡在那间黑影出现的房间里。隔天早上完全没事，这让艾尔更焦虑更害怕。我妈听完说，这种年纪的女孩偶尔会遇到无法解释的事情，很正常，不用太担心。虽然答案不够有说服力，艾尔还是觉得轻松了点，谢谢我们就走了。但我妈私下很担心，后来跟我说，艾尔看起来真的需要帮助，她会跟艾尔的爸爸谈谈。下个周末，我妈约了艾尔的妈妈散步，慢慢解释艾尔在家里感觉到很不安全，需要帮助。艾尔的妈妈觉得艾尔只是自己吓自己，房子没有问题，但她说会尽快寻求指引。但艾尔从此的状况再也不是原来的艾尔，他一直很害怕，不去排球练习了。谈到房子时，情绪越来越激动，他会待在门口的花园，等妈妈下班回来，绝不一个人进屋。这持续了几个月，我开始很担心他。有一天晚上11点左右，我听到艾尔在家里尖叫，声音大到附近大楼的人都跑出来，还有人拿枪，以为有窃贼。艾尔叫个不停，声音完全没有减弱。邻居报警，警察来检查他家，他爸妈很担心，艾尔还是叫不停。救护车随后赶到，医护人员决定先帮他镇定，才送他去县立医院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，他爸妈几乎没有回家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。我们不被允许探访艾尔。1个月后，艾尔出院回家，他再也没有出过家门。他妈妈辞职在家中照顾他。艾尔再也不是从前的他，经常听到他尖叫，然后陷入死寂。我妈邀请所有邻居参加圣诞前聚会，艾尔家也受邀，他爸妈带着艾尔来参加，大家都没问艾尔怎么了。我们玩得很开心。开饭前，我们祈祷正要吃东西时，艾尔突然尖叫，把圣诞树推倒。他爸妈赶紧带他回家。他爸爸回来道歉说，艾尔生病了，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治疗他。几周后是艾尔的生日，我们带着礼物去他家看他爸妈。一进门，我妈就说，你去跟艾尔聊，我要跟他爸妈谈。我妈看起来很不安，声音很担心。我去艾尔房间，把礼物给他，开始聊天。艾尔听起来非常低落，说他耳朵里一直有人说话。他说他看得到那个东西，分不清活人和死人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安慰他，然后离开房间。离开那一刻，我觉得艾尔需要更多的帮助。我妈在大门口等我。回家的路上，她说我以后不能不告诉她就去艾尔家。我问为什么，她说艾尔病得很重，我们去打扰不好。又过了1个月，尖叫与寂静交替后，他在床上过世了。艾尔妈妈是最崩溃的，在火化那天大哭，说艾尔现在终于安全了。警察在邻里和艾尔爸妈那里做调查，医生证实伤口是轻生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艾尔住院1个月是因为他有自残的迹象，医生觉得安全了才让他出院。案件结案，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是附身，比较像是自残指向轻生。直到最近，我妈才告诉我，她被附身了。艾尔一开始试图自己对抗附身，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创伤。我妈跟我去她家那天生日，我妈说她感觉房子里有很强的负能量。她去跟艾尔妈妈说，艾尔说她看到家里没有人看得到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家人从没寻求过灵性的帮助，如果他们有求助的话，或许结果会不一样吧。介绍完今天这个经历还蛮长的，对不对？2026年第一则怪谈就这个样子。我必须说其实今天这个经历，你不觉得它有点模棱两可吗？我觉得是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个经历其实我之前有介绍过，就是家里人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但家里也有可能是一些宗教信仰上面，就是不是信佛道或者是
怎么样，他们有可能信基督教，他们不相信有这种恶魔附身的这些故事，所以他们不会去寻求灵性的协助，他们有可能就是找医生啊等等之类。可是有没有想过说，只要医生这个病都看不好，当然除了绝症以外，你莫名其妙这个病都看不好的情况下，你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去寻求一些玄学上的帮助或灵性上的帮助呢？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用啊。像说我们的那个最简单一些收金嘛，那有时候收金真的很玄，你不觉得吗？有时候因为我外婆会收金，她是用那个米，然后在你身上那后面画一画，真的有时候吓到会有个小洞跑出来。像我们家的2号以前有一次离家出走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人就感觉他那几天都有点心不在焉的时候，就拿去给我外婆去收金，结果收金那个米本来铺的满满的就这样会有一个洞跑出来。那会不会真的有些这些负面的东西，透过这些玄学的力量可以去除它？那会不会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了？但因为这个毕竟是欧美国家，他们的文化可能跟我们华人不一样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，对不对？或许他们家就是希望他们想要寻求一些医疗的帮助，但有时候科学治不好的，我们也可以考虑用学的方式去治，因为有时候是心的问题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则恐怖怪谈，假如是真实的话，哇，那恐怖经验可以到4颗星，这样子，4颗星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今天恐怖怪谈就到这个地方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咿呀擦擦。